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米花熊。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我13岁过年那一天发生的一些细思极恐的事情。因为在过年期间有收到压岁钱，所以我和娇娇鹅还有小美3个女生打扮了一番就去商业街了。可没想到就在这一晚上，怪事儿频发。我记得当时是在下午4点多，我们3个人在等公交车，忽然从右边走过来一位奇怪的男人。为什么说他奇怪呢？因为他当时穿着一身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乞丐服。比起乞丐，其实他更像是一位职业乞讨者。关于职业乞讨者，我想以后我们会专门做一个视频和大家细聊。我还记得乞讨者的模样，就像是电视剧里丐帮的样子。比如说，他有穿着破布围的衣服，还有故意不穿好的布鞋拖沓着，手中呢拿着拐杖和一个茶缸。茶缸是这样子的，里面还放着几个大钢镚，就是几枚硬币。这个人虽然脸上脏兮兮的，衣服沾满了尘土，胡子花白，但是呢，这么一看，感觉他又很整齐，感觉就像是精心梳理过的一样。之后，乞讨者就开始向路人讨要零钱，可一个人都没有给他。然后，这个人就停在了我们的面前，因为当时我的手中拿着一个6块钱。这个钱原本是我和娇娇鹅还有小美3个人乘坐公交车去商业街的费用，但是我并没有想要给对方钱，因为我的手中只有这一点零钱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小美从我的手中快速抢过一个5块钱，直接丢进了这位乞讨者的碗里，不对，就是他的茶缸里。我当时真的很惊讶，我惊讶地看着小美，大声地对她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公车费，我没有其他零钱了。”我真的当时很想从乞讨者那边拿回来，但是对方眼神不善地盯着我，我就不敢了。随后，没想到这个乞讨者开始讲话了，他的眼神虽然没有看向我们，但手指却是指着我和娇娇鹅的头。他说：“你们就是秦桧，知道秦桧是怎么死的吗？”被人杀了，砍掉了头。接着，乞讨者又对小美说：“你就是大忠臣，大忠臣啊，活该长命百岁。”可是小美拿的是我的钱啊，给这位乞讨者，我反而被骂，然后他就被说成是大忠臣。我大年夜被人指着鼻子诅咒，这真的是人生第一次。但当时面对这种情况，我还是有些害怕的，而且我感觉对方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太好，我就想算了，自认倒霉吧。然后乞讨者的嘴里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，念着一些我们听不清的话，就走到别的地方了。然后我就问小美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”她就说：因为好玩啊。“我说，可是你把钱给了他，那我们就没有零钱坐公交车了，也就没有办法去商业街了。”小美就说：那怎么办呀？可是他是乞丐啊，你都不可怜他的嘛？哎，你怎么这么不善良啊？反正我可以活到长命百岁了，哈哈。“朋友们，因为我和娇娇鹅的钝感很重，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虽然我当时气到无语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毕竟我们一开始就是想去商业街，所以还是想按照计划走。然后我就到了报刊亭，拿了我的零用钱，又去换了一些零钱，可以让我们乘坐公交车。友情提示：报刊亭是千禧年代很流行的，有售卖零食、饮料、杂志和充值游戏币什么的，非常方便。好，接着说，我们终于到了商业街。吃了饭，逛了街，一直逛到大概晚上9点多，准备乘公交车再回家。可是，当我们3个人来到公车站，发现公交车根本挤不进去，因为过年期间游客和出来玩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3个人就来到距离公交车站不远的一个路口，想招手打车回家。友情提示：在千禧年代，我们城市的计程车还是招手即停的。然后一整晚的重点来了，这里划重点。就在我们等计程车的时候呢，有一辆银色轿车，是私家车，它停在了我们的面前。这辆汽车的车头是朝着右侧，正对着我们面前的是副驾驶，所以当时呢，他的副驾驶的窗户对着我们，然后窗户被打开，是一个年轻男人。他跟我们说：
美女，你去哪里？我送你们。我下意识的就拒绝他，但是小美呢却向前走，并且靠近男子。我就伸出手快速抓住了他的手臂，让他与男子的轿车保持距离。小美对男人说：我们要回家，但是打不到车。男子马上接话：哎，那你们快上来吧，我送你。可是对方看着我很犹豫的模样，结果他们后面的车窗也被按下来了。因为当时我以为这辆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，直到后面的车窗也被按下来，这辆车的后面居然还坐着2名青年男子。他们3个人看起来都是20多岁，可是我们3个女孩才10几岁，我们才13岁啊！我当时就开始感到非常的害怕，而且我怕拒绝他们会生气，然后就惹出不必要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很礼貌的摇着头说谢谢，不用了，而且也坐不下。因为一辆车最多只能坐5个人，他们的轿车里包含司机，一共3名男子，而我们是3位女孩子，6个人怎么共同乘坐一辆小轿车呢？那肯定是不行的。然后其中坐在后车位的2名男子竟然开始催促了起来，他们的语气透露着不耐烦，就好像如果我们不乘坐他们的车就犯了什么大错一样。对于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来讲呢，现场的压迫感真的很强。坐在后面的有一个黄头发的男生说：快点吧，就等你们了，别让人着急，快来呀！哎，坐不开可以坐我的腿上。我可以抱着你，你们谁的体重更轻一些？黄头发的男生说完还拍了拍自己的大腿。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真的超害怕，当下就想拉着小美和娇娇鹅离开。整件事情最恐怖的事情来了，坐在后面的黄头发的男生他做出了拉门的动作，就是很粗鲁的硬拽了2次门把手，但是没有打开。应该是因为汽车门自动锁住了后排，所以他没有打开车门，也就没有下车。真的幸好后面的门是锁住的，不然他下车强拉我们上车可能抵挡不过。这个时候的小美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她只是觉得有趣呀，好玩，甚至还想再一次走进轿车和他们继续聊天。她觉得这一切发生的很小说，很戏剧化。月黑风高，3名成年男子对3名未成年女孩发出邀请，看这些关键词就已经很严肃了。我们所在的这个路口呢，距离公交车站因为不远，正巧赶上几辆公交车一起停过来，所以银色轿车就被公交车的司机按喇叭催促离开了，因为银色轿车占用了公用车道。这里又发生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，我听见了黄头发的男生说了一句：先走，我们一会儿绕回来。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脑子都炸开了，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瞬间就想了很多故事情节。他们绕过来做什么？会不会是想绕一圈再回来再带我们上车？难道是要绑架我们吗？就真的不敢多想。但是银色轿车开走之后，我就立刻拉着娇娇鹅和小美离开了这个地方。期间小美还问我为什么不在这等车了，因为我们刚才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很大的路口，如果离开这里可能不好打到车。我因为太害怕银色轿车会真的绕回来，我甚至不敢多说，只是一言不发地向前走。我记得再向前走就是一个小景点，通常那边会有很多人，或许会打到车。然而整晚的第3件让我无语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好消息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景点，看到了很多计程车，但坏消息是司机叔叔想坑我们。原本从这里打车回家只需要10块钱左右，而司机叔叔却开口找我们要150，对的，就是150块钱大洋。我摇着头就拒绝，然后又带着娇娇鹅和小美离开了这里。我当时觉得这一晚上的心情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，就真的明明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此时此刻却怎么也回不去了。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我们3个人当时已经走得有些累了，而且时间越来越晚。这里的路呢有些偏僻，除了我们3个人以外，几乎没有其他行人了。娇娇鹅当时也在想，明明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城市，总来玩的街道，怎么这一天就变得如此陌生又危险呢？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型的十字路口边上，继续等计程车。
这个时候小美已经走累了，她开始责怪我们说，早知道我就不管你们了，我应该自己上银色轿车的。如果他们送我，现在我都到家了。气氛在小美的生气下变得尴尬起来。但是朋友们，按照现在成年人的思想和看法，如果小美一个人上了车，他们真的会送小美回家吗？但当时被小美责怪的时候，我和娇娇鹅还有点内疚，就是可能这就是我们讨好型人格的缺点吧，千万不能这样子。我们等了一会儿之后呢，很幸运招手急停了一辆计程车。就在我们3个人上车之后，我关上门的一瞬间，我透过车窗的玻璃看见了一辆银色轿车。对的，就是一开始说想抱着我们坐车的那变态的银色私家轿车。我不知道他们是跟踪我们还是碰巧在这附近兜风，总而言之我们逃过了一劫，最后消费了10块钱的计程车费，顺利到了家。因为回家太晚，我们还被家长说了一顿。后期长大了，我曾经问小美这件事情，她轻描淡写的说，哦，我忘了。这里是在网络搜索栏打入女孩、搭讪、上车等关键词而自动跳出来的新闻。我们和小美逃过一劫，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另外一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当时我们也只是国中生，我和一个学妹玩得很好。学妹呢有一个女同学叫做珊珊，珊珊很喜欢和一些社会上的哥哥姐姐们玩，模仿他们的不良行为，因为她觉得这样子做非常与众不同，很酷。有一天放学，珊珊在校园门口被一个开着车的陌生青年男子搭讪了。学妹当时就拉住珊珊，劝她不要上车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对方会把你带去哪里。但是珊珊的思想却觉得，一定是我有魅力，我才会被邀请的呀。而且珊珊没有意识到另外一种原因，她或许被邀请，也只是因为男子觉得她长了一副好骗的样子。最后学妹虽然竭力阻拦，但仍然没有拉住珊珊。珊珊上了男子的车，随他一起离开了。当时学妹很慌张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觉得如果回学校求助老师，一定会有人联系珊珊的家长，那到时候珊珊会不会说她打小报告呢？因为现在的情况也不至于报警的地步。于是学妹当时就打电话求助了我和娇娇鹅，询问当下的她该怎么办。娇娇鹅当时就问学妹，你有没有记下来车牌号？男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？或者当时有没有透露这个男子的姓名？因为学妹当下很慌张，没有记下来车牌，只知道男子开了一辆白色的轿车，男子的打扮很时髦，并且染了头发。我们把仅有的信息告诉了老师，他只是说知道了，便没有了下文。可是自从那天以后，珊珊再也没有来上学。1个月后，在学妹不断追问老师的情况下，最终从老师那里得到了关于珊珊的消息。老师委婉地表述，珊珊被那几名男子带去了出租屋以后，联合另外3名男子对她施暴。之后学妹的学校也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，就是告诉大家不要随便上陌生人的车，也不要随意在校外逗留太久，放学的时候要及时回家。其实有些道理在发生珊珊这件事情之前呢，我们就明白，也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质，但是仍然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不清楚。所以在出了珊珊这件事之后呢，学校因此就向更多的同学普及了安全知识。最后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，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安全的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，他们不相信这种案件，也认为不会遇见这种事情。可是我和娇娇鹅从小到大遇见过各种类似的怪事，当然每个人的气场不同，人生剧本不同，但这并不能否认我们的真实经历。我讲出来这些和做频道的初衷，也是想以此告诉大家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那样的事情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这些恐怖的新闻是残酷现实的一部分。过去家长总会告诫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因为你无法判断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在短暂的瞬间，你无法洞察对方的真实意图，因此拒绝是最好的自我保护。坏人不会因为你的年纪小就放过你，反之会更因此而视年纪小的孩子为猎物。面对陌生人的过分热情，要保护好自己，远比迎合别人更重要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